vivo X100 Ultra 来了，本期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表现。发布会上 vivo 说了很多这台手机的新技术跟新亮点当然了，在我们节目中肯定不会再替厂家宣传一遍这些宣传话术，但是发布会上有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 vivo 是一个非常听劝的品牌，如果你发现他们的产品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说出来，他们一定会努力改进。那历代 vivo 的旗舰手机在我们的节目中都有聊过，几年前 vivo 为了增加主摄的进光量做了超大的光圈，结果导致了边角画质的把控不是很理想。我们提出来之后呢，这几年 vivo 一直都在死磕它的镜组光学质量。还有几年前我们说过 vivo 有一台手机，它的长焦在对焦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主摄长焦来回乱切换的情况，体验不是很好。我们说完之后呢，后几代产品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之前也提到过 vivo 的手机不能永久的关闭自动夜景，说完之后，后几代产品在相机里边它直接做了一个选项把自动夜景是否开启关闭的选择权交给了用户。所以当 vivo 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听劝的品牌的时候我还是颇有感触的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 vivo 的新旗舰 vivo X100 Ultra 的表现。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谢谢大家了，别忘了关注我们哦。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为了吸引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X100 Ultra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这次的重点 3.7 倍的2.1像素长焦镜头。在拍摄界面中，除了前面说的主摄超广角和 3.7 倍的光学焦段以外呢，还给了2倍的数码变焦和10倍的数码变焦。在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的时候，都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这点非常好。在相机界面上滑当然现在是左滑，就可以进入这次 X100 Ultra 带来的全新拍摄模式——人文街拍相机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可以快速的调节加减曝光、快门速度和色温等。这对有相机拍摄经验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善于利用这些调节选项，可以很好的帮你记录拍摄时你自己的心情和你想表达的照片气氛。快门按键上方是色彩模式选项，预设了4个色彩模式。现在看到的就是不同环境下4种色彩模式的对比。我个人在多数场景下呢，更喜欢质感和黑白模式。鲜明模式就是打开相机程序后的默认色彩模式。蔡司自然色彩呢，是可以尽量还原你当时看到的环境颜色当然这里要提醒一下什么模式也不可能和人眼看到的一样。首先，每个人看到的色彩都是不同的，否则就不存在色弱色盲这一说了。而且你看到的色彩是受你当时心情所左右的，你记忆中的颜色更是如此。其次，追求真实还原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没有任何的拍摄设备和显示设备可以做到这点。从厂家给你的色彩模式中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去创作去拍摄吧，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这4个色彩模式里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黑白模式。那这次 vivo 调出来的黑白影调是很棒的，很厚重，很耐看。那下面咱们进入正题，看看这台手机的影像光学素质怎么样，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虽然说这次 X100 Ultra 的重点是长焦，但是主摄超广角镜头呢，咱们也得好好看看。
参数都列这儿了啊，就不一一念了，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拍的啊，参数就是拿起来就拍。拍摄时的环境阳光啊非常猛烈，呈现的色彩你们觉得如何呢？主摄的中心解析力可以说是非常好啊，石头的纹理和细节呈现的很到位。但是相比之下呢，边角画质是有下降的。不过好在开始下降的范围控制的不错啊，已经非常接近边角了。那主摄的光学素质在1英寸大底里边呢，就算是可以的了啊，尤其是中心解析力，那真是非常的高啊。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同样的中心解析力非常好啊，细节展现没有问题。画面另一角的画质把控呢，跟前一张一样，画质下降的范围还是很小的。那镜组的光学质量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左右两边的公差也很一致。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一开始呢，我是挺担心普通模式下中心解析力很高的镜头，高清模式一般就没什么惊喜了。不过 X100 Ultra 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高清模式在解析力上确实比普通模式更强，细节呈现的更多。再看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现在是主摄和超广角的成像对比，视角差距呢就如图所示了。关键是成像的色彩风格很一致啊，这点还是不错的。那中心解析力方面怎么样呢？中心解析力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边角画质下降是有的。不过好在紫边跟色散的控制都不错。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色彩呢很浓烈啊，我现在还是能想起当时暴晒的感觉。那中心解析力依旧不错啊，边角画质下降虽然说是有，但同样紫边跟色散的控制都属于上乘。整体来说呢，镜组的光学质量在超广角里呢算是可以的。那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但是跟普通模式比呢，细节呈现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啊。好像最近所有的手机都有这个通病。那最近1年超广角高清模式表现好的，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 iQOO 的手机。iQOO 和 vivo 好像是一家呀。再说长焦镜头，这次 X100 Ultra 的重点呢就是长焦镜头，因为它用了2亿像素的大底长焦镜头。说长焦前呢，先说一下长焦微距吧，因为我担心换了大感光器的长焦镜头会损失微距性能。因为长焦啊，为了满足微距功能，必须有超长的对焦行程，这点必须靠硬件、靠机械结构来实现啊，靠程序、靠算法是没戏的。长焦加上大底，加上防抖模块，再加上超宽泛的对焦行程，还要保证足够的解析力，这会让长焦镜头的镜组非常的巨大，会让长焦镜头的机械结构非常难做。不过呢 ，X100 Ultra 在这方面做的是很不错的。那现在看到的是我右手拿着 X100 Ultra 拍微距，左手拿着拍摄设备拍右手怎么拍微距啊？那这种姿势下呢 ，X100 的拍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说轻松随意，防抖做得很好，拍摄过程轻松没有压力。微距的整体效果也是挺好的。如果你觉得 3.7 倍光学焦段的微距效果不够，你还可以数码变焦到 7.4 倍跟10倍甚至20倍啊。10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还是有保证的。我们的节目呢都是 4K 视频，如果你用大显示器看的话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解析力怎么样。这里呢我就不放大了啊。那下面咱们看长焦的表现啊，现在是主摄跟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但是解析力呢确实比主摄直接拍提高了不少。那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跟 3.7 倍光学焦段的对比了，没有悬念 ，3.7 倍的解析力又比2倍的强了不少了。那现在是 3.7 倍跟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可以看到10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更强啊。3.7 倍有5000万像素和2亿像素2种高清模式，那现在就是默认模式跟5000万像素模式的对比，可以看到5000万像素模式的解析力确实提高了不少啊。那现在是5000万像素模式跟2亿像素模式的对比，细节呈现能否再进一步提高呢？能啊，确实提高了。把默认模式跟5000万像素模式还有2亿像素模式放在一起，就可以明显看到细节呈现的差距啊。我们选的测试场景呢是 AI 很难介入的场景，有很多复杂的古代纹样。AI 能帮忙提升解析力的场景都是横竖线条比较多，或者有大面积重复纹理的地方。而现在画面里呈现的细节，必须是光学素质足够强，要真正拍到才能展现出来的。再说前摄镜头的表现，先看自拍啊，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vivo 的自拍呢，一直是令人放心的，效果一直都没问题。不过这次 X100 Ultra 在自拍方面，在美颜方面比之前克制了一些，
脸上的细节保留了相当多。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次没有美颜呢啊，因为在每个人心目当中自己都是很美的啊。但是仔细一看呢，确实还是有美颜的，只不过这次美颜的痕迹做得非常收敛，整体效果很自然。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效果也是很上乘的，防抖跟清晰度呢都不错。关键是人物的肤色、环境的颜色，还有衣服的颜色呀，这些都挑不出什么毛病啊，因为这一直都是 vivo 的强项，所以这个环节呢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哦，对，美颜在默认模式下依然是非常什么根本就没有美颜，我就是这么帅。那再看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人像拍摄一直也是 vivo 的强项。那这次选择了2个场景，第一个场景的光影啊已经就够复杂的了，那第2个场景啊更是高难度的，光影相当的复杂呀。当然了，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呢，大家可能看不出来真正的差距。没关系啊，等到手机正式上市了，升级到正式版固件之后呢，肯定会有对比节目的。那说到拍人像呢，不得不说一下这次的3.7倍长焦镜头，注意看最下边一行啊，等效85毫米，懂行的朋友有没有眼前一亮呢？在拍照界面中切换到人像模式之后，下边直接显示的就是等效焦段啊，24毫米、35毫米、50毫米、85毫米，这85毫米就是调用的3.7倍镜头直接拍摄。现在看到的照片呢，就是3.7倍镜头，也就是85毫米焦段拍摄的人像照片。85毫米焦段非常适合拍摄人物的肖像特写，注意关键词啊，是肖像，它不像广角镜头那样善于描绘人物跟环境的关系。85毫米焦段就适合拍人，非常适合表现人物的帅气啊、美丽啊。那如果你想给他人拍出好看的人像照片，你就用85毫米焦段，告诉他你就注意好表情管理吧，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你也就一直摁快门就行了。X100 Ultra 拍出来的人像照片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再看植入扩张度，植入扩张度是看手机在大光比的环境下对亮部跟暗部细节的把控能力。亮部呢要亮得上去，比如说天空中云层的细节呈现是否充分，还有树叶跟天空的分界处理的是否自然。暗部呢要能暗得下来，同时还能保证暗部细节呈现，不能偏色跟发虚。X100 Ultra 在所有的测试场景里可以说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尤其是最后一个高难度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非常理想。再说夜景的表现，那第一个场景呢，主摄跟超广角在亮部跟暗部的表现呢都是很好的啊。那再换一个大光比的场景吧，强光跟暗部的亮度差距是很大的，同样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呢也都没有问题。那这个高难度场景，X100 Ultra 继承了它前几代手机的优良传统啊，表现非常到位，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效果都很好。那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跟3.7倍光学焦段的夜景表现，同样强光跟阴影的表现都没有问题，而且3.7倍的解析力是很高的。昏暗的城市道路上，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在观感上居然很一致啊！这个场景的亮度已经很低了，而且超广角跟主摄它都是直出，成片的观感上，主摄跟超广角居然能做到这么接近，我一开始是没想到的。那么从祖传神树开始呢，就要打开夜景模式测试了，因为场景是非常的暗的。主摄的表现没有问题，这不新鲜。超广角同样在观感上做到了跟主摄一致啊，这就挺厉害的了。健身器场景就非常极限了啊！有本事超广角你再做到跟主摄的观感一样啊！当然了，这又有点太难为手机了啊！主摄的细节呈现依然是令人放心的，树林小路的场景依然难不倒X100 Ultra 的主摄，细节呈现充分啊！当然，超广角在这么暗的环境下，其实可以就不用了啊。最难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当然了，也同样是难不倒X100 Ultra 主摄的，成像是非常清晰的，包括暗部细节呈现也很充分。那至于超广角嘛，这么暗的地方谁还用超广角拍呀？录像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那现在就是主摄手持走路的效果，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防抖跟清晰度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次X100 Ultra 说它主摄的防抖非常好，于是我也在大太阳底下跑了几步啊，反正挺累挺晒的，防抖依旧是挺稳健的，当时就是手持，没有稳定设备。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制效果，同样的清晰度跟防抖依旧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防抖是真的不错啊，但是从左边放大的画面看呢，偶尔会有些掉帧。现在是3.7倍光学焦段的表现，清晰度、防抖都很好啊，就是手持录制的，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
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效果，我是不是横扫的速度有点快啊？我自己看着现在都有点头晕呢。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清晰度很高，而且提示镀膜发挥了威力。这个场景很少有没有眩光、没有鬼影的手机啊，但是X100 Ultra 就没有。不过防抖跟白天比呢，还是下降了。现在是超广角的效果，这个环境对于超广角镜头来说呢，有点过于残酷了啊，大多数手机都是如此。细节呈现跟防抖跟白天呢肯定是比不了的。现在是3.7倍镜头的夜晚录像表现，清晰度很高啊，而且灯光的鬼影控制得很好，防抖也没问题，挺稳的，就是暗部细节呈现能再多一些就好了。到最后一个环节了，那工业设计方面呢，X100 Ultra 那在手里的手感还是挺好的。首先是机身的厚度控制不错，再加上正背面都有曲面的设计，这点对于提升手感呢也是加分的。后摄的凸起高度在如今的手机里呢也不算夸张，圆形的后摄区域边缘呢也做了精致的金属纹理。那在这里呢就问问大家，你们觉得X100 Ultra 的工业设计好看吗？就是这台手机的长相你们喜欢吗？像节目开头说的 ，vivo 是一个非常听劝的品牌。如果在使用中你们发现这台手机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尽量说出来，让厂家知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努力改进的。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哦。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